你獨自扛着什麼重擔？在這個故事中，一個非常真實且具衝擊力的經歷。幾年前，他因為一個誤會，遭到了另一位資深牧師的公開指責。在前往對方辦公室的路上，他極度憤怒，甚至在車裡播放硬核饒舌音樂來激發鬥志，心裡想着，我今天就是去揍他的。然而，當他真正面對面坐下來時，內心一個微小的聲音讓他意識到，憤怒只是表象，他真正的感覺是受傷。那段時期，他陷入了極大的黑暗與孤獨。雖然身邊有支持他的團隊，但他依然覺得沒人能真正體會他的痛苦。通過這個故事和耶穌的榜樣，我們學到了以下深刻的人生道理。首先，我們要區分感受與事實。當我們身處痛苦或背負重擔時，心裡的感受往往是沒有人理解我，甚至沒有人真正關心我。這種感覺很容易演變成苦毒，但事實往往並非如此。身邊的人可能很愛你，只是他們無法替代你承擔那份100%的重量。我們要學會理清什麼是暫時的情緒，什麼是永恆的事實。其次，重擔往往與祝福同在。重擔不僅是哀傷，也包含了責任。比如母親照顧孩子的辛勞，雖然是一個沉重的擔子，但也是神聖的托付。那個帶着5餅2魚的小男孩，他當時也在獨自扛着自己的那份口糧，他並不知道這份微小的重擔，最後會成為餵飽5000人的神蹟。最後，英雄與反派的區別在於選擇。英雄和反派往往經歷過同樣的創傷和背叛。反派的選擇是，既然我受過苦，我要讓全世界陪我受苦。而英雄的選擇是，既然我受過苦，我要確保別人不再受同樣的苦。耶穌在最疲憊、最哀痛的時刻，依然選擇了憐憫眾人。我們應該怎麼做？第一，建立與神獨處的習慣。無論是在清晨，還是在午休，甚至只是關上廁所門，坐在馬桶上，你需要一個撤離點，過濾掉外界的雜音，聽聽內心的聲音。在內心越渾濁的時候，越要學習看清楚什麼是自己能控制的，什麼是不能控制的。第二，勇敢地從受害者轉變為醫治者。不要把受傷當作你唯一的身份標籤，你可以成為一個帶着傷痕的醫治者，用你的經歷去安慰那些正在經歷同樣痛苦的人。第三，不要放棄，只需喘息。當你覺得累到想放棄所有的責任時，請記住，你需要的可能只是喘一口氣，而不是徹底斷絕關係。你現在獨自扛着的那些不為人知的辛苦，在更高層面的引導下，正是未來神蹟發生的材料。生活中的重擔雖然沉重，但如果你願意將其交托，並做出正確的選擇，它終將從負重變成你生命中最深刻的祝福。